我在冰雨里拧了一夜螺丝，保住了跨海大桥的承重节点。可刚下工，包工头王建业罚了我5000块，就因为我抽了口烟。罚款5000，这上坎证没收了，滚到外围扫地去吧。我交了那笔留给女儿的学费，从那天起，我严格按照规矩扫地，其余一概不问。直到1个星期后，他吃回扣饭上的劣质齿轮崩断，上亿的钢箱梁悬在半空，马上就要砸穿引桥，他这才疯。算我求你，快上去救场吧！没你的签字，碰一下设备都算违规。桥都要毁了，你还跟我谈什么规矩啊？规矩就是规矩。最后一刻，终于拧完了。顾哥，你可真厉害，要不是你这承重梁，肯定是保不住了。顾辉煌，你他妈瞎了是不是？谁让你在这儿抽烟的？王包公，我熬了1天1夜，滴水未进，冻得骨头快没知觉了，就想抽口烟暖暖身子，吃口热乎的。少跟老子放屁！墙上写的清清楚楚，省级无烟文明示范区。集团苏董今天突击检查，你这口烟要是害老子丢了标兵头衔，你赔得起吗？王范公，你讲不讲理？顾哥昨晚在暴雨里拧了几百颗螺丝，护住了钢柱，补助你1分不发，还在这里再废话，连你一起开除。顾辉煌，严重违纪，罚款5000。王包公，这5000块是我给我女儿下学期留的学费，我认罚，但能不能下个月发工资再扣？少跟我扯这些，钱现在就交。还有，这上岗证没收了，以后没我的签字。这工地上1颗螺丝你都不准碰。顾哥，别冲动，丫头还在家里等你交学费。王包公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从现在起，没有你的签字，这座桥上任何1颗螺丝我都不会碰。哼，行了，以后给我滚去扫外围的垃圾。苏董您放心，钢梁马上落位，省级示范标杆的牌子绝对稳了。顾哥，王建业真让你扫外围啊？核心吊装区那边今天吊钢梁，你不去盯着能行吗？我现在没证，可是那根梁那么重，万一出按项目部规定，外围清扫人员不得进入核心吊装区。顾哥，怎么了？回转齿圈吃偏了，上周那批齿轮硬度不够，用来吊空载都悬，他敢拿来吊钢梁。风向不对，主吊点受力不均，继续往东摆梁2米，腹壁就要吃满载。会出事？不是会，是已经开始了。动作快点儿，苏董马上到，今天这根梁必须落位，谁敢耽误检查，我让谁滚蛋！停吊，马上停吊！主回转齿圈已经偏在，不能再摆梁。顾飞黄，你一个扫垃圾的，谁让你指挥核心吊装的？王范公，顾哥说不能吊就肯定不能吊，闭嘴！老子收了他的证，他就只是个扫垃圾的，继续吊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苏董您放心，钢梁马上落位，省级示范标杆的牌子绝对稳了。稳住，快稳住啊！顾哥，怎么办？梁要砸下来了！苏董，出事了！好啊，梁要断了！老顾，顾哥，设备要塌了！这可是上亿的工程，砸下去我下半辈子就得踩缝纫机了。王包公，我现在没上岗证，没你的签字，碰一下设备都算违规。桥都要毁了，你还跟我谈什么规矩啊？规矩就是规矩。王包公，副吊索断了2根，再撑不过2分钟，梁就要砸下来了。我签，你说怎么签我怎么签，只要你救场。写同意顾辉煌操作，签名，按手印。司机听令，主泵卸液30%，腹壁回收2米，反向配重启动。
稳住！就是现在！稳住了，顾哥稳住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谁能给我一个解释？苏董，是他，是这个扫地的。苏董，您看，这是这个扫地的早上的付款记录，他被我罚了5000，怀恨在心啊！他故意把铁丝扫进齿轮，这才害得设备崩了啊！把他控制起来。站住，别动，配合调查。苏董，请看。这本日志只能证明王建业授权了你操作设备，但它不能证明你没有在操作之前故意把异物扫进齿轮。苏董，您英明，这个顾辉煌早上就因为罚款跟我红了眼，他怀恨在心，知道今天要调关键的钢梁，故意把铁丝偷偷扫进齿轮箱。我说怎么这么积极救场？原来是想立功掩盖罪行啊！早上还装的人模狗样的，差点把咱们都骗了。呸！心机比海还深。放屁！全他妈是放屁！不是顾哥干的。昨天晚上，顾哥在暴雨里拧了一夜螺丝，连饭都没吃上一口，他怎么可能害大家？王范公，你他妈才是！大春啊，你媳妇儿还在县医院第3病房躺着吧？住院费还差18000，是不是？你再敢说一个字，明天你就给我滚出工地！让保安带去临时办公室，单独看管。走，别磨蹭！装什么硬汉？差点害死那么多人！快走！呸！活该，还以为是好人呢。等一下，我鞋带松了。快点，别磨蹭！磨叽什么呢？抓紧点！证据还没落实，你就这么急得落井下石吗？我呸！你差点害死所有人，还有脸说这屁话？现在不是争口舌之力的时候。说完了，说完了就赶紧老实滚进去，还得老子扶你进去吗？老实待着，别想耍花样。王建业，沙眼这么大，回扣吃的不少啊，王办公。有了这个东西，你王建业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你说有重要证据要交，说吧。苏董，这是昨天事故现场齿轮箱炸开后落在地上的核心碎片。您看这个砂眼，绝不可能出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重型齿轮上。苏总，这砂眼确实不对劲。苏董，您是聪明人，我一个扫地的，不可能凭空变出一颗劣质齿轮。齿轮是谁采购的，账目上一查就知道。我会让人送去检测，但在结果出来之前，你依然要留在这里。啊，那是齿轮的碎片。老张、老李，咱们认识也不是1天2天了，今天哥有件事儿要你们俩搭把手。王道工，您说啥事儿？一会儿苏董找你们问话，你们就说昨天傍晚收工前，你们俩亲眼看见顾辉煌一个人在齿轮箱旁边鬼鬼祟祟逗留。王校工，这是诬陷啊！诬陷！老李，你媳妇生孩子那年是谁借给你2万块的？老张，你儿子上大学的学费是谁帮你垫的？今天就当还哥一个人情。再说了，那个扫地的差点害咱们大家都被砸死，你们昨天不也骂他骂得欢吗？哥不让你们瞎编，现在就照昨天骂他的话说就行。王兆公，您放心。成。你们俩说说，昨天事故发生前看见了什么？苏董，我亲眼看见，
昨天傍晚收工前，这个顾辉煌一个人在齿轮箱的旁边鬼鬼祟祟转悠，他还鬼鬼祟祟的往齿轮箱里塞了什么东西。没想到他真的把铁丝塞进去了，差点把咱们都害死。胡说！昨天傍晚收工前，我根本没靠近过齿轮箱。怎么没靠近？当时我和老李两人一起看见的，还能错？放屁！老张、老李，你们俩昨天傍晚明明跟我一起在食堂吃饭，什么时候看到顾哥靠近齿轮箱了？大春，你跟顾辉煌穿一条裤子的，你说的话谁信？苏董，您是聪明人，您看不出来王建业在说谎吗？这2个工人是被买通的。那你拿出证据来，带回去。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不许离开临时办公室半步。大哥，天太冷了，给您留的，暖暖手。顾哥，出大事了！今天下午，嫂子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她联系不上您，只能联系我。她说，孩子学费已经欠了3个月了，想问问你，打算怎么办？顾哥，这还不是最糟的。刚才在食堂，老李偷偷跟我说，今天下午王庞公派了2个工友，开着车去了你闺女学校。大春，顾哥，您说，手机借我用一下。老领导，你小子消失3年，终于舍得给我打电话了。老领导，海省跨海大桥的事儿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之前不是说这辈子再不碰国家工程了吗？可是有人碰了我家人。谁？地点、名字？跨海大桥项目部。包工头王建业。顾哥，老领导是谁啊？顾哥，这是你？你怎么是？大春，3年前我把这枚徽章收起来的时候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戴上它了。可是今天，王建业碰了我家人，这枚徽章今天又得拿出来用了。王办公，您今儿真高啊！那个顾辉煌彻底栽了，明天等苏董一签字，他就得蹲大牢。他算个屁！老子让他签认罪书，他敢不签？他闺女的学校，老子都摸清楚了。那他要是死活不签呢？哼，不签，老子明天就让苏董当众宣布开除他。他工资1分拿不到，他闺女学费就得彻底断了。我倒要看看他这个当爹的能硬到什么时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哟，老顾，胃口还不错啊，快踩缝纫机的人了，还吃得下。老顾，你闺女这学校校挺好啊，就是这周边听说最近不太平，前阵子还出过几起人贩子的事儿。今天把字签了，你闺女学费割包了；不签，今天你工资就断了，你全家喝西北风。顾辉煌，你聋了？你笑什么？好，老子让你嘴硬，下午开大会，看你怎么死！各位兄弟，宣布2件大事。第一件事，前天的事故调查清楚了，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扫地的顾辉煌。这是苏董亲笔签字的开除通知书，即日起，顾辉煌被工地永久开除，工资冻结。王建业，这份通知书我什么时候签过？苏董，你昨天授权我处理顾辉煌的事儿，所以这字我直接代签了，这都是为了集团的利益啊。第二件事，
包庇罪犯、扰乱工地秩序的大春同样开除。大春，把你工牌交出来。收回去。王方公，别太得意了，你的好日子马上就到头了。顾辉煌，你说啥呢？老子是包工头，你就是个扫地的，装啥装呢？不对劲儿，那个顾辉煌，今天白天那个眼神不对劲儿。王报公，您想想，他要是真有后台，早就翻盘了。您看这3年，他每次被欺负都老老实实忍着，这种穷鬼就是嘴硬，能有什么本事？他妈的，老子居然被一个扫地的吓住了，真他妈丢人！明天老子让他后悔活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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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距离海省跨海大辽公里还有180公里，预计明日清晨6点到达。哪儿来的破车？挡道也不知道挪一挪。王报公，要不去看看，万一又是来检查的领导？哼，检查？老子上周才打点过，能有什么领导没事跑这种破工地？顾辉煌在哪里？报告，在临时办公室。穿这么寒酸，能是什么大人物？嘿，领导您来视察，怎么没提前打招呼？老先生，你总得告诉我你是哪个单位的吧？这是工地，闲杂人等不能进。华夏重工总指挥部，他来找顾辉煌的。老领导，小顾，3年了，你瘦了。这就是你这3年待的地方。走，咱们出去聊。那是什么徽章？金色齿轮？那难道是……今天我来这里是来接一个人，他叫顾辉煌，华夏重工集团总指挥部特级工程师。他同时也是3年前东岸跨海大桥项目的总工程师。国家级特级工程师？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！老头，你是骗子！哪有什么国家级总工程师跑来扫地的？演员，东岸跨海大楼全长36公里，你查查总工程师是谁？完了，老子完了！老首长，请恕我直言，这关系到集团数十亿工程，我需要看证件。顾公，这2天是我对不起您，我代表集团向您道歉。苏董，您不必如此，您只是按程序办事，真正该道歉的是他王建业。顾哥，我有眼无珠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顾哥，我求您饶我一命。通知集团法务部，王建业涉嫌伪造签名、栽赃陷害，立刻控制，等候调查。苏董，您不能这样，我冤枉啊！顾哥，求求您，顾辉煌，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给我等着！老首长，集团这边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苏董，王建业这件事只是个开始。什么意思？一个包工头敢用劣质齿轮，敢吃几十万回扣，敢伪造集团总裁签字，你觉得他背后没人吗？赵总救我！顾辉煌他是国家级特级工程师，老领导亲自抓我了，求求您救救我！有意思。
顾哥，你这身打扮真神气。大春儿，从今天起，你跟着我。跟着你，我能帮上啥忙？助理。顾哥，我一定好好干。顾公，苏董，出事了。走吧，会会我们的特级工程师。这种乡镇小工地能有什么特级工程师？真是来开眼界了。李导，你眼光真毒，我刚查过，那个故宫3年前就被业内淘汰了，这种老掉牙的做法早就过时了。故宫，久仰大名，集团特别派我来配合你工作，以后多多关照。赵总，我介绍一下，李伯曼博士曾任东美3大桥梁工程司高级顾问，我特意请他来辅助你。哼，你好啊，顾公。顾公，你这枚徽章款式真够老的，我都好多年没见过这种老古董了。李博士，你有几年工地经验？我主要从事理论研究。年。李导可是长春树毕业，理论比实践重要多了。而且我们海归大学生不比你这种泡了30年工地的老师傅懂得多。懂得多？这桥每天要走几万人，你那张文凭担得起这几万人的命吗？赵总，聊正题吧。顾公，既然你这么爽快，昨晚董事会通过决议，为按时通车，大桥项目核心材料全部采用李博士推荐的进口高强度跟进钢。苏董，这个决议你事先知情吗？顾公，昨晚我被排除在会议之外，赵副总现在是项目总监督，我也被架空了。顾公，你也知道上面定了死指标，6个月通车。李博士的进口钢供货快，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。第32页，焊接工艺用预热120度，大桥跨度48米，这种工艺3年就会出现焊缝裂纹。第15页，膛拉强度650 mpb， 这是陆地建筑标准，海边沿岸环境6年内会被腐蚀掉30%。第57页，冷弯试验只做了180度，重载货车反复碾压5年，桥面会下沉15公分。顾公，这些都是国际通用标准，你在质疑我的专业度吗？国际通用标准是给海外大桥用的，咱们海省每年8级台风10次以上，重宗货车日均3000辆次，你那套撑不过3年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赵总，这桥要用100年，不是只用到通车那天。我们走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故宫，国产高标准钢，这座城市里你一根都买不到。那就走着瞧。顾哥，他这意思是要封锁咱们的钢材供应。走，咱们去买钢材。顾公，昨晚我打了几个老朋友的电话，他们都接到赵副总的电话了。意料之中。顾公，要不再缓一缓？他现在全力压过我，硬碰硬，你吃亏。苏董，材料的事情得尽快解决。顾哥，咱们走。走，去采购钢材。关门！快关门！我不在。开门！你们装什么装？我们顾哥是来谈生意的。顾哥，这帮孙子！走，下一家。顾公，我家里孩子要吃饭，赵副总昨晚就来电话了，我要给你供货，明天我这厂就得关门。顾公，我对不住你。没事，陈老板，我懂。顾公，保重。陈老板，保重。哎呦，不是特级专家吗？顾公，听说你大名鼎鼎啊，跨海大桥的总工程师，怎么连钢都搞不到了？你小赵啊，钢我搞不到，但你这厂也开不了几天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装什么大头蒜？
还敢威胁老子？顾哥，那个小赵，我真想给他2巴掌。红星老厂，这是啥地方？我咋没听过？师傅，改地址。那地方早就荒废了，现在被一群讨债的占着，没人敢去啊。顾哥，讨债的，去，前面就到了，你们自己过去吧。哟，还有不要命的来这破地方？顾哥，这怎么办？想报警？老子告诉你，这地方没信号。老六，红星老厂门口，带兄弟们来一趟，给你们3分钟，走人。3分钟？老子在这地方蹲了1个月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顾哥到底叫了谁？顾哥，3年了，你他妈终于联系我了。老六，辛苦你跑一趟。这位兄弟，这地方是我们看着的，你们要进去先打招呼。老哥，这位是华夏重工集团特级工程师顾辉煌。华夏重工，这帮兄弟都是顾哥当年带过的人。老哥，今天给个面子，蹲了大半个月，盯的是债主，谁知道半兽杀出个华夏重工的特级工程师。早说啊，原来是华夏重工的领导。这地方我们让出来，走，我们换个地方蹲。顾哥，这都是你已带过的兄弟。顾哥，你今天来这破地方是要找周叔？老六，周叔他这3年怎么样？顾哥，周叔他这3年一直一个人守着这破厂，谁劝都不走。老子的厂子不接活，出去！小顾，你他妈怎么来了？周叔，3年了，小顾，老子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周叔，我接了海省跨海大桥。跨海大桥？你又干总工程师了？周叔，我需要你。集团里的钢全被人卡阻了，没有红星老厂的钢，这座桥建不成。小顾，小问题。老六到，通知所有还活着的红星老兄弟回厂开炉。好嘞，周叔。小顾，多少钢？第一批80吨，5天内必须出炉。5天80吨，这是要老子的命，老子这条命给你。周总，怎么样？我看见了，那个顾辉煌开着出租车往老中间区方向去了，他不会是去找老周吧？老周？哼，那个老顽固，他还没饿死。红星老厂有意思。通知物业公司红星老厂所在的工业园，明天起归我们管。A 炉点火 ，B 炉调温 ，C 配组准备原料。顾哥，咋了？500万，原料、人工、设备维修，先期投入500万，这桥的钢才能开始造。500万！顾工，赵副总把项目款锁了，以方案未确定为由，所有资金审批都在他桌上。我的私人账户200万就服用。苏董，顾工，这桥我也想看到它建好。接着，顾哥，这是我这几年所有的钱，还有我媳妇儿住院攒下来的手术钱，一共3万，全在这儿了。大春，你媳妇儿还等着做手术。顾哥，这桥要是塌了几万人的命，我媳妇儿那点事儿算个屁！老子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抵了。周叔，这是您住一辈子，狗屁住一辈子！老子要看着这桥站起来！周叔，第一炉钢成了。电，谁他妈把电断了？大春，配电室。电，你们他妈把电断了！新管理规定，签废厂房一律停电48小时。老子3个月前就交过电费。对不起，新管理公司不认旧账。顾哥，告诉物业说欠费，断电48小时。完了，这一炉钢值40万，更要命的是，温度一降就废了。红星老厂的复活就毁在这一炉钢上。周叔，拿出你的所有图纸。大春，联系周边5家民营汽修厂，借所有的2手发电机。小顾，你要干啥？赵副总以为他能用这些小手段卡住我们，老子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工程师。顾哥，第一，
联系周边5公里内的所有民营汽修厂，借所有的2手柴油发电机。第二，拆所有工地的重卡电瓶加备用柴油机全部运过来。第三，给老六打电话，让他召集所有兄弟，半小时内人到设备到。顾哥，这么多发电机咋接？我来接。老王，借发电机，华夏重工顾工要用。顾工，那个3年前的特级工程师。对，缸水温度在降，等不了。我家那台老柴油发电机，赶紧抬走，钱不要，老子白送。顾工要用，我家这台发电机的拿走。重卡电瓶，我们队里20辆车，电瓶全拆给你，备用柴油机。后院那台老货拉走。兄弟们，加速！缸水等不了。小顾，1380了，再降30度，分子结构开始凝固，就……周叔，相信我。顾工，3年前那次失误是你路过救了我，今天该我报答了。老六，把那3台87瓦的并编到主线。大春，重卡电瓶按6组的耳并接到副线。老周，5分钟后给我横压380伏。这他妈是工程师改的电路，老子修了30年车，这种手法我连见都没见过。小顾，还有5分钟，全部就位。周叔，准备，准备好了。小顾，这一炉缸成了。周叔，这只是开始。你以为靠几个修车的就能赢？明天老子让你输的连内裤都不剩。走，让审查组好好记录一下特级专家的真面目。审查组，请记录清楚，这些钢锭是顾辉煌私自采购的，没有走集团正规采购流程。生产厂家是一个3年前就被淘汰的私人小作坊。我赵某人今天把话撂在这里，这种来路不明的钢材，一旦用在跨海大桥上，出了事情，我可不负责，责任全部由顾煌一人承担。顾工，按照国际标准，这种作坊钢根本不能用于跨海大桥。我是国际顶级专家，我以专业身份证证明，这批钢就是废品。顾工，你必须给集团一个交代。如果属实，你的总工程师资格当场撤销。赵总、李博士，各位工友，做个实验。什么实验？周叔，把昨晚那块钢锭搬上来。赵总，把你坚持要用的进口高架钢也搬1块上来。2块钢同时放上液压机，哪块先碎，哪块就是废品。赵总，进口钢抗压性是它的短板，不行啊。怎么，赵总，怕了？好，来就来。各位工友，请看这个断面，这种砂眼是劣质再生钢的典型特征，而当年王建业用的事故齿轮断面砂眼和这块一模一样。进口钢的总代理叫某某国际，法人站表叫陈勇。赵总，这位陈勇是你亲小舅子对吧？顾工，这种事儿可不能乱说。陈勇是不是我小舅子，那是我家里的事儿，跟集团采购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最好。通知集团审计部，立刻调查这家公司3年内所有跟集团的交易记录，重点放。苏总，这是要查我？赵总，清者自清，你不会怕了吧？苏总，你会后悔的。顾工，谢谢。苏董，谢的话太早，赵副总只是开始，他背后还有人。还有人？老板，某某国际的事，苏董要查我，顾辉煌他背后有总部的人。有意思，让他再蹦跶几天。陈志远，到我办公室来。赵总，出什么事了？苏董的审计部3天内要查档案室，某某国际的采购单据今晚必须销毁。档案室钥匙在顾辉煌手里。
那就把他从总攻的位子上拉下来，栽赃他兄弟大春，让顾辉煌分心去救人。他一旦离开工地，董事会就有理由让你代理总攻。大春，这台阻尼器是整座桥的心脏，台风来的时候全靠它消化风力。顾哥，我盯着，绝不出任何问题。不好了，顾哥，阻尼器出故障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动手脚了。赵副总，这就是你的昏招吗？苏董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这里很危险。出什么故障了吗？有人动了手脚。查监控，我看谁这么大胆。故宫，监控显示，昨天晚上大春离开工棚，去了阻尼器舱。顾哥，怎么样了？大春，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昨天晚上我在工棚睡觉啊。顾哥，难道你是在怀疑我吗？我绝不可能做这种事儿。跟我来。这不是我啊！我昨晚一直在工棚睡觉。搜查大春的工棚。苏总，这里有东西。这不是我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些东西。人赃并获还想抵赖？顾哥，我不是，我宁可死也不会干这种事情的。配合调查。故宫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按程序带走。顾哥，你相信我啊！集团的车来了，赶紧起来。赵副总，这次的鱼饵我吃下了。故宫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苏董，大春被带走了，我心里乱。故宫，今天董事会要听阻尼器事故汇报，你振作点。我知道了。我先进去。阻尼器的事故原因是螺栓松动，重新加固后应该没问题。你这份汇报风洞测试数据呢？没有完整的测试报告，这桥怎么验收？风洞测试我还没。各位看到了吧？故宫现在这状态，根本扛不起总工程师的担子。为了大桥安全，我提议由陈志远暂代总工程师。赵总，这不行。苏董，就让陈副总管吧，我去看看大春。苏董，顾辉煌这个人你也看到了，根本不适合担任总工的位置。先把你自己的烂摊子处理好，再说这话吧。赵总，我到档案室门口了。听好，某某国际的采购单捐全部销毁。苏董的审计部3天后就要来查，今晚必须搞定。陈副总辛苦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是来取一份图纸的，这些文件我也是顺路看看。取图纸为什么戴白手套？档案怕指纹污染，这是规定。让我看看你要取的图纸。这是集团机密，你没权限。档案室什么时候装监控了？档案室是集团机密区，24小时监控加录音。你省下我，这破档案室用了5年，怎么可能突然装监控？信不信由你。就算真的装了，这种民用监控根本没有录音功能。顾总，你是在诈我对吧？这怎么？顾总，我错了，我现在能怎么办？陈副总，现在出了这事儿，你和赵海生谁也跑不掉。审计部已经查到某某国际了，陈勇那条线也保不住。顾总，
我还有机会吗？与其等他们查到你，不如自首，主动交代，态度好，才几年缝纫机，出来还能见到孩子。我写赵总指示的每一件事，我都写。写完，天就亮了。顾公，我写完了，全部都写了。陈副总，我答应你的，都会算数。顾公，我现在去自首。等天亮，苏董召集董事会，你跟我一起出席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一切说清楚。顾公，你大半夜叫我，出什么事了？苏董，昨晚我抓到陈志远销毁某某国际采购单据。白天你装颓废，也是计划的一步。苏董，赵海生想抢总工，那就让他抢，他抢到手才会派陈志远去销毁证据，我才能抓现行。顾公，集团有你，是大家的福气。各位董事，昨天我提议陈志远代理总工，今天来开个交接会议。顾辉煌身体不适，就由陈志远全权接管大桥项目。赵总，先别急，还有最后一位没到。顾公，你怎么？陈志远，你跟着他干什么？各位董事，请看，这是诬陷，陈志远被顾辉煌威胁乱写的。某某国际所有的采购单据全部找出来，烧掉。赵海生，这是你的声音，你居然指使陈志远销毁档案，这是剪辑，这是顾辉煌伪造的。赵总，别挣扎了。昨晚档案室所有事，我都跟苏董交代了。陈志远，你他妈出卖我！赵总，你已经救不了我，我只能救自己。赵海生，根据集团章程，鉴于你涉嫌严重违纪、伪造董事会决议、栽赃陷害，集团法务部立刻会控制，等候调查。苏董，不能这样，这是诬陷！顾辉煌，你他妈给我等着！我背后有人！顾哥，顾哥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。傻小子，老子能不要你？苏总，顾公出大事了！超强台风海燕720内登临，赵海生倒了，但是真正的台风才刚刚开始。赵总，苏总怎么了？听说被苏董带走了，这下集团要变天了。顾公，集团调查中心会好好审赵海生。苏董，赵海生只是开始，真正的对手还没出现。顾哥，昨天你让人把我带走的时候，我以为……大春，对不住。顾哥，我知道你有难处，以后只要你说，我就算给你当垫脚石也愿意。傻小子，老子要的不是垫脚石，是兄弟。超强台风720内登陆，请所有海上作业人员立即撤离。顾哥，关键阻尼器还没装完，只装了主桥墩一半。台风一来，这桥老子盯了3年，不能塌。顾公，所有工程师必须撤离，这是死命令，人命比工程重要。苏董，桥还没合拢，阻尼器没装完，台风一来直接撕裂。顾公，桥塌了可以重建，人死了我怎么向大家交代？苏董，对不起，桥不能塌。行，劝不动你，那你需不需要什么？留一台备用发电机，留一套防风装备，留一个安全通道，其他的全撤。顾哥，我们不走，你不走，我们也不走，你们都得撤。这桥有我们的刚，有我们的血，有我们的魂。兄弟们，台风太大，不是闹着玩的。顾哥，你以前救过我们的命，今天轮到我们了。顾哥，我也留下。老板，赵副总已经被集团带走，根据陈志远的供词，他很可能要被起诉，境内的资源保不住他了。赵海生，放弃，他不重要。老板，那顾辉煌？顾辉煌，我亲自来。风暴马上要来了，完了，陈志远那个狗东西出卖了我，老板那边会不会保我？
赵总，这边请。赵总，好久不见。王建业，你他妈怎么也在这儿？滚一边去！赵总，这是组里安排，两位先在这儿待着。王建业，老今天进来全他妈是因为你！以前你他妈用劣质材料，老子帮你擦屁股，让你滚到工地继续混，结果呢？你他妈惹了顾辉煌，惹了一个老子都搞不定的人。要不是你，老子今天能进这地方？老子在集团爬了20年，就毁在你这个废物手里。赵总，骂完了。你他妈跟谁说话？赵总，你说说，当年我用的那批劣质材料回扣，是不是您拿了大头？王建业，你他妈胡说八道！老子那时候……赵总，咱俩现在都在这地方，你不是我上级了，老子怕你个毛！赵总，老子在这地方关了这么多天，苏董每周派人来问我话，问当年的事儿，老子之前全都没说，因为我以为你还能保我，结果你他妈反过来骂我！赵总，老子现在有点想通了。王建业，你想干什么？苏董下次再来问我，老子就全都说。当年的劣质材料回扣怎么分的？陈勇那家公司怎么运作的？老子都说。哼，反正老子已经进来了，多说一点少说一点，对老子没区别。但是赵总，对你来说就是天和地的区别。王建业，你别……老兄弟，当年的事儿都是误会，你看老兄弟之间有什么不能商量的？赵总，老兄弟，刚刚不是让我滚一边去吗？赵总，等着吧，苏董这2天就要来了。顾公，今天王建业那边主动要见我，他说愿意全面交代当年的事。反派窝里反，苏董，抓紧机会。Sir， 目的地海省，预计12小时后到达。赵海生废了，陈志远倒戈，我亲自来。龙总，苏董那边态度强硬，而且顾辉煌台风12小时后登陆，等桥塌了，苏董和顾辉煌一起完蛋。且等一等，等台风替我做事。顾公，集团境外股东龙总亲自来了，几位董事被叫去开会。就是他，赵海生背后的人终于出来了。苏董，我需要你顶住董事会，至少让我把桥保下来。顾公，你放心，集团这边我帮你顶。王建业，快说。苏董，当初的劣质材料回扣是赵海生小舅子陈勇供的，赵海生拿大头，我拿零头。当初的事故，赵海生事先就知道齿轮有问题，是他逼我装上去的。还有陈勇那家空壳公司幕后的真正股东是龙总，赵海生只是傀儡。龙总，王建业全交代了，您和陈勇公司的关系也全说了。苏董的位置该换人了，通知董事会，今晚临时会议罢免苏董和顾辉煌。顾哥，装完了。顾公，龙总下令，今晚要罢免我们俩。不重要，桥才是关键。顾哥，阻尼器那是什么？桥的减重器，里面有80吨重的钢块，用来把风力消化掉。那东西活动，桥就稳，可现在被锁住了，桥随时可能有危险。那塔顶100米高，17级风，人爬上去等于送命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老子必须去。顾哥，顾哥！台风眼，20分钟后正面袭击。
脚稳了。钢索接口松了，台风眼过来肯定断啊！还好发现了。台风眼5分钟。还好乔能保住了，手机也丢了，梯子也断了，我回不去了。顾哥，顾哥！顾辉煌生死不明，苏董孤立无劝，这盘棋该收了。龙总，董事会已经全员到场，就等您主持。苏总，顾辉煌违规盲操，擅自留守工地，现在生不见人，死不见鬼。大乔没有史工签字，没有数据校准，就是一堆废铁。苏总，签字吧，罢免顾辉国总工资格，项目重组，由集团境外团队接管。苏总，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。顾辉煌概率已经遇难了，我们必须为集团止损。龙总，再给我24小时，搜救队还在找。苏总，24小时，乔要他的，签。什么人？乔是顾哥救下的，阻尼器在台风眼降临前5分钟奇迹复活，顾公用命保住了这座桥，你们凭什么罢免他？昨夜2点30分，台风眼正面袭击，顾公爬到100米高的塔顶，手动释放了阻尼器，这座桥是他用1条命给你们换回来的。顾公，他……龙总，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怎么能罢免他？大乔保住了又怎么样？这只是台风期的临时数据，最后合龙校准还没有完成。台风过后，两端钢结构必然发生形变，没有顾辉煌的数字签名加合龙校准，这座桥依然会塌。苏总，签字，项目交给我的团队接手，否则集团股东大会今天下午直接把你和顾辉煌一起踢出去。苏董，我去找顾哥，就算翻遍整片海，也要把他找回来。苏董，红星老厂所有老兄弟已经在码头集结，几百艘渔船，24小时不间断搜救。走，找到他。大春，我还活着。必须扫完无发现，必须扫完无发现。扩大搜索半径，再找。大春，已经8个小时了，台风过后，海上能漂的人最多撑12小时。老六哥，别说丧气话。顾哥，你一定要活着。龙总，陈志远昨晚已经把某某国际所有的采购单价全部烧毁。很好，没有证据，苏董那个老女人动得不了我。苏总，顾辉煌找到了吗？苏总，还剩16小时，找不到人你就得滚出集团。苏总，我劝你早点签字，项目交给我接手，集团董事会还能保你一个体面退场。龙总，找不找得到顾公那是我的事，但是你今天就得完蛋。陈勇，他怎么会签这种东西？顾公在档案室抓陈志远的那一晚，你以为顾公装监控只是为了抓陈志远？错了，顾公的真正目的是利用陈志远的特权账号登录集团内部系统，顺藤摸瓜摸到陈勇在境外的加密账户，然后加入了一个审计追踪。不可能，陈勇的账户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顾公这些天一直在等，等的就是今天境外的人收网。陈勇2个小时前已经在境外被警方控制，还有赵海生的重洗钱流水，现在全部铁证如山。龙先生，请配合调查。顾公，他们已经全部清算了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老六，那是什么？顾哥，
所有船全速靠近主桥墩，找到故宫了。大春，我等到你了。苏董，找到顾哥了，顾哥还活着。顾哥！傻小子，哭什么？顾公，必须立刻送医。瞧，等不了。主跨段行平3公分，国际标准里就是死症，强行落墙，节点应力瞬间撕裂，这段主跨直接攀塌入海。又打算靠经验了？强行合龙就是罪人。故宫没有超级计算机建模3天，强行合垒，主跨段会崩。让开。3年，我这双手摸过这桥每一寸钢。老六，左侧1号顶加压12吨，抵消西北风再偏移，收到。大春，右侧3号锁释放3公分，释放节点应力。中段7号支撑向加压5吨，最冲温差膨胀。北端12号锁收紧1.8公分，角周双偏差。啊，他怎么算出来的？落了。顾哥，牛逼！成了！是我错了。桥成了，我对得起这3年了。顾哥，故宫走了。顾哥，故宫，你去哪儿了？故宫，公司还需要你。这座桥是一位隐姓埋名3年的无名英雄，用脊梁和汗水换来的。他叫顾辉煌，他守住了工程的规则，守住了大桥的尊严。他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。小顾，你他妈说话不算数！故宫。我代表华夏重工集团总指挥部向顾辉煌同志授予最高荣誉——华夏重工终身成就金齿轮勋章。兄弟们，咱们有家了！手术成了，费用集团基金全免。丫头，爸对不起你。爸，你是我的英雄。这桥会站几百年，让所有人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工匠。